刚刚我们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思考，那么接下来先给老师还有同事们，我们先洗洗脑子，我们先看一段视频。来了，两种风格了。不是你以前也开过团播啊？没有，他们现在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剧宣啊、综艺宣啊。不是于老师，其实这个在底下讨论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炸，但是一旦面临4个特别严肃老师的时候，容易显得有点小尬。好，那刚刚各位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呢，正是现在正在刷屏的团播标志性的舞蹈，叫做扫腿舞。然后支撑这股热度背后的呢，是一组有关团播的很惊人的数据。我们切换到下一页 PPT， 看他们怎么展开了。首先是每秒30条的一个弹幕啊，相当于是1.5万元每分钟的消费选票。然后每天同步开播的上千个直播间，相当于300个大型演唱会的实时互动量。在一个超投的团播直播间里，他们的流水就能够撬动一家中型企业的一个月营收额。他们这个数据挺抓人的啊！当然了，你看你就能记住嘛。一下就对，对，而且他们直接给，相比上一组介绍了很多，淹没在里边了。对。那么在数据背后，可能大家会在想，团播是什么？扫腿舞是什么？情绪经济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为了团播去买单？我们全部浓缩成了我们今天这组的选题，叫做“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封面做的也很好，漂亮的引入。然后我们今天呢，会以扫腿舞这个热点事件，也是近期话题度、曝光量都比较大的，作为我们的一个切入口。从以下的6大板块来进行逐一的抽丝剥茧。那么接下来的第1和第2大板块就交给冯程朗。好，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压力都特别大。但我们解决这个压力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呢？捏捏乐。捏乐干啥去？那就是花钱。当你把钱花出去之后，它变成了你的情绪价值，反哺给你自身，这就形成了情绪经济。作为影响消费决策的关键因素，情绪经济呢大程度在现今时代推动了直播行业的发展。团播它作为情绪价值催生的典型产物，它通过它其中比较特殊的互动机制，还有沉浸式的舞台效果，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愉悦感，从而推动了整体的消费。那么第3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会探究团播如何在情绪经济中成为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我们会思考，在情绪经济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去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消费。我们也会去分析一下商业他们如何去平衡情绪价值以及利润。我们的主要的受众呢就是青年，然后还有一些商业的从业者，然后次要的受众呢就是社会学者和心理学爱好者，还有一些其他年龄段的受众。我们的报道目标呢分为短期和长期。旁边这一组的汇报开场非常不错，背景介绍和整体框架都很清晰，团播这个热门的话题也很容易抓到人的眼球。那么接下来我们整个节目的框架交给吕佳来说。好的，谢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表格。那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们是主要分为了有7个部分，从先导片到进新闻口播，再到接采小片。第1个专家对谈、新闻小片，第2个专家对谈和结束语这几个部分。这个片子整体的时间是将近半个小时左右。那其实我们的形式设计主要是由主播的口播和背后的数据呈现2方面来进行的，以选秀类型的团播为切入点，以数据为支撑，来引出经济、团播经济、情绪经济的全貌。第3个部分是我们的接采小片，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想展现的是团播这件事情里如何去引到情绪消费，而在情绪消费里面，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有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年龄层，用户去观看团播的情况和消费意愿的高低是不同的。那对此，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城市的他们说：“哎呀，什么意思？哎呀，加班加得好累呀，刷会扫腿舞吧。哇，这个不错，给他们刷礼物了。来了，表演来了，演绎要演起来了。
这个小伙子真好，一口一个阿姨叫的真亲切，比我那个不回家的儿子好多了。哎呀，怀孕了哪里都去不了，就喜欢看美女跳舞。还有小剧场，朗朗真的适合，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他还有定格。就是我们一些环节什么的，我们会加入创新，可以设置的好玩一点。我也觉得，我们不要那么死板。就是这个意思。咱们都是能玩活的人，咱们这个组那包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点情景演绎？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代入感、有共鸣感，也讲清楚了这个东西是啥。这边说这还是新闻吗？那具体来说，消费者的情绪价值是如何转化为消费行为的？那内里的动因又是什么？那接下来由韵玲来帮我们讲解，第一个专家访谈的部分。好的。那为什么团播可以在短期之内如此的爆火？那我们接下来就会邀请薛兆丰薛教授，他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呢他也录制过相关的这个主播职场竞技秀的这样一个综艺。所以说，我们一致认为他的深刻见解是可以助力我们将情绪经济与团播的这个点挖掘到极致的。这是我们列的一些专家对谈的一些大方向的问题。那第一个点就是团播为什么可以让千万人甘愿为虚拟物品去进行一个付费？那其实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的孤独感是有提升的。那其实团播它是一种交互性非常强的模式，它营造出了一个小型社会的感觉。那这种模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填补了人与人之间的那方面的社交空白。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的宣泄出口。没错，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在团播的这个场景里，情绪经济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它是如何运作的？其实，在这个我们中国的演艺圈里，我们的这个造星主体是经纪公司。但是呢，在团播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是造星人。比如说，我们进一个直播间，这个主播我太喜欢了，我就给他刷礼物。那在这个过程的同时，我们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需求。那这种情感在某一方面，它也会让渡成为一种消费，增强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一个消费粘性。大家的逻辑思维都特别的清晰。对。那第三点就是在不同的年龄层的用户当中，对于团播的情感需求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团播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我们花钱去买情绪价值。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被认同、被理解、被看见、被连接。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也是团播非常符合大众心理。他们这一组除了很吸引人之外，而且还把团播这个课题研究的都蛮透彻的，提出的这些专家对谈的问题也是有一定深度的。现在有很多人，他们选择了投身到团播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来，其实也另外一方面说明了团播这个事业让年轻人脱下了所谓孔乙己的长衫。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更加的广泛了，我们不再执着于我们传统的高学历。庞征他们这一组关于团播正向的、负向的，他们都有表达，能看到他们有很
哎呀，老师们的喜悦要溢出屏幕了，这感觉是饭后甜点，还送了一个，这也太能抓人了，首尾还呼应了。对。哎呀，对面的情绪又紧绷起来了。我们其实两组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从组长就能看出来。我们这边就是比较纯粹新闻一些理性的角度，那边肯定是要打，那边整花活肯定是要打情感的，朋友们。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把最坏的点已经想到，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我们去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能赢。其实也有预判，都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汇报的时候，各自的优点非常鲜明。那我们双方小组的选题发布讲解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哈，真的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接下来就给大家一共4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进入之后那一轮的一个考核。要辩论了啊，就是一个自由辩论的形式。辩论题目就是我们组的选题就是好在哪儿？这么直白吗？这。有理有利有据。那每一次每一个人发言的时间不超过90秒。那顺序呢就是你们组来一个，然后你们组这样交替进行，然后等一下辩论时间是30分钟。接下来火力全开。老师，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去跟对方讨论一些对方节目当中的一些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可以质疑对方。你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对，因为确实我会有1、2个问题想要跟对方交流。我觉得只要不是攻击对方，说对方的问题是可以的。这个难，这个纯随机。大家一起来找茬。这个质量真的有问题，我在玩了这么一会儿就变成这样。怎么呢？黑了，就已经上面都没有了，弄了一手。哦，掉色。不是，我跟你说，你捏错了，这个不应该打开的。这个捏是在那个塑封袋里的。对，你不能打开。捏塑料袋有什么意思呢？没玩过。也能捏啊，有手感就好啊。啊，是这样的吗？完了，我的送你。我不要，不能再捏了。这菜跟老师呛不进。啊？老师，您可以发会儿土味直播。走吧。走吧，那我们去吧。咱们就在这儿聊吧。好，我们就在这儿。行，那我开始计时了。好。哦，不是立刻开始啊。对，45分钟准备。这不让攻击，有点削减战斗力啊。你只要不是那种人身攻击就可以。来，屋里咱们来说。这个时候，王玉就特别有发言权。王玉可以把自己一肚子火的，真的是表扬吗？就是他擅长提出问题，但又不用帮对方去解决问题，他太擅长了。刚听完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可能下意识有点攻击性，咱们先平复一下情绪，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这回整体的一个思路，就不要太有攻击性。我觉得应该去讲我们这个节目到底怎么好，就是它其实是这个辩论，除了你攻击对方，还是一个很重要能给自己拉票的环节。就是我觉得我们关注到我们本身的优点，然后我们是说完了没有优点以后，我们再开始跟对方讨论。徐攻击，咱们也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没法让咱们把1轮2轮都说完。对，精准的内容，好的内容想起来就先扔，想起来就先往外扔，没问题，没问题。来，朋友们，就如果按照咱们界限点辩论的思路，我们要立论。就是我们立论首先要先立住，比如我们要有3个非常简单清晰，让对方记得住的点。5分钟吧，来吧。他们3个负责说优点，王玉负责攻击。这个准备时间挺紧张的。可以，我们就是。天哪，我从来没有打过辩论，怎么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辩论哎。啊！你要对自己的选题有信心。但我在想，一个人站起来说90秒，我感觉我说30秒我就说完了。没有，90秒很快，90秒很快。真的吗？
因为我们今天的辩论其实不是传统的辩论，传统辩论其实是坚定自我反驳对方，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坚定自我，我们真的很好。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先列个提纲，比如说节目的形式、节目的内容、节目的什么点，我们每一项都好在哪儿，我们都给它列出来。比如说第一个，每个人都列自己的，然后把它按顺序整合。OK。就是辩论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被他们带着走。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好，但是他如果一直在说你们不好，我们不要陷入自证的陷阱。OK， 明白。我们就说自己，我们就专注自身吧。我们就自个儿好，我们就是好，就是好，确实好。对，主要还是说自己好。这里边有辩论队的，雨佳是辩论队的，我记得。怎么突然对雨佳的印象就好了起来？不是同行相亲吗，哥？没有。团播这个选题的本身，我想的第一个是因为它新、它热、它有曝光和流量，对。然后它也会迭代出新的形式、新的爆点，它其实是在越来越爆。对。就扫腿舞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我觉得团播未来的发展是值得被讨论的，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个选题，想到一个很好的小切口去切入，就是从义乌调研，然后以小见大，我们五毛帝国里的那个策划。其实最后聚焦到了情绪本身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升华和点睛，然后也引起了我们大社会大众的思考。同时，我们给出了大家对关于情绪的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档有温情的节目，不仅仅只是在哗众取宠。他们也太好笑了，他们说做有温度就不是哗众取宠，那哗众取宠在说谁呢？这叫暗藏讥讽。暗藏讥讽。然后我们的节目是兼具的，我们的群彩混剪的小片是极具网感的，同时又兼具可以在大屏端播放的新闻性的。但是，一档节目怎么可能又有趣、又严肃、又深入、又调查？他们有点想得美了，但是他们做不成。形式为大，内容为王，内容才是我们的核心诉求。 Yes。我们的这个选题是目前时下非常爆火的一个热门选题，就是有时效性。说到时效性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么一个证据：团播的一些新闻报道是要比捏捏多出很多。咦，拉踩了。要精准，不是多出很多，比如说翻了几倍。我搜到了，我现在截图。所以我们的所有嘉宾选取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本身的问题，丁是丁，卯是卯来，一个萝卜一个坑来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专家是吻合单一，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我们有落地性、猎奇性、可迁移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的消费者的群体足够广，有经济消费能力且有分辨能力。给我们人，给我们批资金，现在我们立马就可以开工干活。就说明它有社会价值，有社会意义，必须得做。是由浅到深的，贴近生活的，随时随地就可以看到的。还有什么角度？还有什么角度？如果对方先过来攻击咱们的话，该接要接。他们说什么我都能接得住，我就要拿到那个总结的点。我们坚守立场，守土开疆，随机应变。我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好强呀。时间差不多，让他们准备过来了。好，我们 OK 了。哇，这么快？哎，对了，我们要先决定顺序，要不我们先说，你们觉得呢？还是让对方？他们先说吧。他们先说吧。然后玉哥第一个说话。好。那他可能直接就攻击啊！太好了。我感觉玉哥第二个说话就挺好的，咱们刚才是第一个，那现在就是让他们吧，他们先吧。玉哥第一个说话。王玉刚说他们说什么我都能接得住，我现在很期待。接下来看王玉的 show time 了，火力全开呀！嗨。看到 Deep 老师了。我看到 Deep 老师了。Deep 是谁 ？Deep Seek。哦，D 老师，查找辩论技巧。我看见周公了。